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掌中有三风，田广财源生。什么是三风？古代相术准确吗？我国拥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相术作为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一直流传至今。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叫做掌中有三风，田广财源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的相术可信吗？相术是以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掌纹等推测吉凶祸福、贵贱妖寿的相面之术。相术起源于夏商周时代，最早的相术是用来相牲畜的。在古代那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牛作为耕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此重要的牛，要如何挑选呢？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以选牛为业的人。这些人依据牛的毛发光亮、四肢长短、牙齿多少等推测牛的壮硕和寿命，这就是最早的相术。随着时代发展，又出现了相马术，有名的伯乐相马就是说的古代相马术。相术最后发展到了给人相面。掌中有三风，说的就是手掌的纹路上有三风纹。三风纹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因为拥有三风纹的人比较少见，出现的几率只有1%。那么什么才是三风纹呢？老祖宗结合了阴阳、五行、八卦等，把手掌分为了八卦9宫。八卦是指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掌中为明堂。而三风纹并不是指手掌上的纹路，而是手掌凸起的肉峰，在巽位食指根部区域，离位中指和无名指根部区域，坤位小拇指根部区域各有一个凸起的小肉峰，这就三风纹。古人认为三风纹主管人长寿，且福泽深厚，若手掌红润有光泽，那更是大富贵。古书记载，三风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树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所以古人迷信地认为，拥有三风纹的人会有好的运势，福气满满。在过去那个文化水平低下的年代，老祖宗把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最终依靠迷信说法来解释。像这样的俗语不在少数，比如耳大有福气，口大吃八方等。所以一些迷信的俗语我们还是应该分辨出来，但是老祖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俗语断掌一条线，富贵不相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断掌？我国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断层的国家，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一直延续至今，有很多文化的积淀，也是古人长期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我国有很多种文化，其中面相和手相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是迷信，其实这其中也蕴含一定的道理，这也是老一辈人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虽然有很多已经逐渐流失在岁月当中，但是遗留下来的，仔细研究一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俗语，断掌一条线，富贵不相欠。大家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究竟什么是断掌？断掌是一种特殊的手相现象，通常指的是手掌中心和手掌外围之间的清晰分界线。断掌是人提手相中的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相传只有1%的人能够拥有断掌。断掌的出现往往被视为一种神秘的符号，被认为是命运的指引。在中华文化中，相面术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技艺，断掌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相面家们的观察和研究，他们认为断掌的人天生具有特殊的天赋和能力，断掌往往被解读为拥有独特的直觉力、洞察力和判断力，
这些特质能够帮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有助于职业发展和成功。断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往往能够在艺术、政治和商业等领域获得出色的成就。断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特殊手相。根据相面学家的观察，断掌常常出现在命运坎坷或经历过艰难挫折的人身上。这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抗争和磨砺，使得他们内心变得更加坚强和坚定，同时也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洞察力。因此，断掌往往被解读为一种勇敢、坚韧和智慧的象征。第二，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三、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四、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五、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
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朝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斗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好了，今天的分享讲讲越老越有钱的手相。现在没钱不要愁，再等等。每个人的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人虽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
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6. 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7. 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很少，1万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种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在乎太多的小节，只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手掌中央长痣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隆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
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是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命运有时候似乎是公平的，会让你先苦后甜，或者会让你先甜后苦。不管是哪一种人生，我们都应该学会苦中作乐。好了，手上6种奇纹，可想富贵荣华，有一种就了不得了。每个人都想着发大财，不管是发正财还是偏财，只要求得富贵，就能有衣食无忧的人生。我们知道财运好不好，可以看手掌的财运纹，看指缝是否漏财。但在手相中有几种纹与众不同，它们预示着此人有不俗的财运。下面就请你摊开手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特殊的发财纹吧。1. 折桂纹。折桂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斜着延伸出来的线，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而形成的独特线形。古相学中把它称为折桂纹。有诗云：折桂闻名有大才，如主极地绝高魁。西娥月里凭相约，一日登云折桂来。折桂纹主荣贵，拥有这种手纹的人，不论男女，贵人运都不错，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的帮助，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事业成功，财运自然也就跟着好。折桂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和渊源的博识，所覆盖的星丘也是与学术研究、文化思维、意识灵性有关，因此折桂纹多指代天赋和名气。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乾宫，乾代表高贵的人，在奇门遁甲中，乾又是生门的位置，代表灵性、超脱与往生。所以这种纹路的人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容易受人赏识欢迎，登高折桂，一鸣惊人，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中国古代的纵横家可能多出这种纹路。
男人手掌中有折桂纹是非常吉利的，是福泽深厚的表现。生有此纹的男人往往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才华横溢，必能在大考中夺得头名状元，有过人才干，工作步步高升，能收获功名利禄，财气和福气都不少。此外，在婚姻上也能够取得贤惠好妻子，既有稳定的事业，也有美满的家庭，可谓是事业、财运、婚姻俱佳，人生运势非常顺遂。2. 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旺夫兴家，如太阳线直直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掌中有此纹线，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和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那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三奇呢？民间传闻，一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二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三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纹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放到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3. 宝晕纹。手掌中的宝晕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往往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宝晕纹向环形，则此人可封侯拜相；如果宝晕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晕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生有宝晕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晕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由于宝晕纹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晕纹往往以不吉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晕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4. 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视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有时说，纹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忧贫，男儿指日封侯相，女子他年国内人。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亦主嫁入豪门或者嫁夫有贵气。金花印纹是一种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上等人。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
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有此纹可成贵妇。不同部位的金花印纹所代表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预示其人财运很旺，财源滚滚，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容易忽视健康，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此人会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所以成绩一般都不错，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才思敏捷，是写文章的好手。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如果在太阳丘有金花印纹，此人会很有魄力，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预示其人可能会是个糊涂官员。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男儿官运亨通，女子可以为官。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而且福庇子孙。5. 六花纹。与金花印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形如六角小花，一般是单独出现，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年少成名，平步青云，多遇贵人相助，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光耀门楣，中年便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换句话说，就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受人尊敬，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与核心力量。但其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格霸道，做事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以说是缺点和优点相辅相成，故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6.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贵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字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此种掌纹，必能早年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玉千金直上加，受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长有此种掌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旺盛。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是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以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要靠自己打拼。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